再给我来一碗。好嘞，客官。我从未想过，与我定亲数十载、清风霁月的未婚夫崔少卿，会出现在一个面仆放下他的直呼者也、君子远庖厨，为别的女人洗手做羹汤。小姐，崔公子竟真的与人纠缠，太过分了！你对他这么好，他还不知道珍惜。奴婢这就去给你讨公道去。站住！我心悦崔少卿多年，他说他喜欢文静的女人，我便为他收敛性子，诵经祈福。他说他喜欢有才艺的女子，我便抚琴作诗，成为京中人人称赞的大家闺秀。可如今我与他尚未成婚，他便在大街上与旁的女子拉拉扯扯。明日我与我沈家都会成为全京城的笑柄。春白，我就是今日才发现他是如此不值得。小姐，我不会为了崔少卿动了我沈家的脸面。你即刻遣人去到崔府。秦家小娘子，你哥欠我们的10两银子，你何时还呀？你们已经打伤了我哥哥，欺骗了我爹娘，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你们抢走了，你们还要我怎样？你哥欠我们的钱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所有的家产加起来也不过10两银子。这小娘子倒是有些姿色，不如抓来抵债。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！臭小子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管我们九姑坊的闲事儿，识相的赶紧滚，否则连你一起打！别说你九姑房了，就是你们房主程记，在我面前也得叫声爷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是咱们老大。小的敢问公子是谁啊？城西崔家大公子。啊，公子是崔太傅的长孙，连中3个状元郎，崔少卿。正是在下。哎，真的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还请崔大人见谅，见谅。哼，滚开！以后别让我看到你们。得了，行，这就走，走。公子是官绅，这段时间一直叨扰秦姑娘，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，真是失礼了。他竟然是传闻中的麒麟才子崔少卿。崔大人不仅才学出众，还乐于助人，英雄救美，不愧京城第一美男子的称号。公子与姑娘真是天作之合。对，郎才女貌，一对佳人啊。天作之合，那我算什么？没事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少卿哥哥，阿昭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命人告诉你，我今日与人相约，你一个女子，日落之后不在府中，还出门乱逛，女戒白读了吗？你所说的有约之人，可是这阳春面的秦秋娘。阿昭，你跟踪我。你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才怕我跟踪？我只是见他可怜，想顺手帮他一把，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可怜？你若真的只是觉得可怜，大可随便找一个下人替他还了赌债就好。可你偏要当街替他出头，还爆出你崔府的名号。我那时情急，赌场催债的人要把他卖到青楼抵债，若是真卖了，女子一生的清白就毁了。你既知道女子清白重要，为何没顾及过我的名声？今日你崔大少爷当街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明日你的未婚妻我就是全京都最大的笑话。阿昭，别无理取闹，我不过就是想帮下秋娘。你从小锦衣玉食，理解不了。她还要伺候生病的父母，还要挣银子养家。从你我成亲之后，我要纳秋娘为贵妾。崔少卿，我确实不会临街摆摊，但我有身居高位的父兄做依靠，有10里红妆做嫁妆，我会执掌中馈，打理祖产，我会能歌善舞，是京中人人称赞的贵女典范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同意你纳妾？阿昭，以后在府里，你为尊，他为卑，他永远都越不过你，你就让这一次，好吗？你既然这样喜欢他，何不帮人帮到底，直接娶她当正妻算了？沈昭，
你就是嫉妒我喜欢秋娘，对不对？今日所作所为都是你煽动。对，我就是煽动。你既不喜欢我煽动，你去找一个大方的姑娘，我祝你们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胡闹！陛下赐婚，岂能让你儿戏？今日我当你糊涂了，此事不得再提。纳秋娘为妾之事，没有转圜的余地，你接受与否都没有意义。许久不见，小阿昭都长大了。我的三爷，你还在这看戏呢？你好不容易回来，跟陛下复完命了。太夫人如今正病着，心里就惦记着你，你还是赶紧回府吧。我娘是真病了吗？这，搁那儿操心我的婚事，再加上少卿这事一出，怕是真的要病了。回吧，我那读书读傻的大侄子，把人家的心都伤透了。小姑娘幡然醒悟，她想要做回自己。你给我跪下！娘，我何错之有？逆子还不知错，大庭广众你与一个贱民拉扯就算了，还要用我崔家的名头帮他出头。我崔家祖上数代显贵，如今名声全让你给丢尽了，沈昭还差人过来要交代，你让我崔家如何交代？爹娘，秋娘虽出身贫寒，但出淤泥而不染。此次是我救人心切，反倒辱了她的名声。沈昭我还会娶，但我还要纳秋娘为妾。混账！沈家二品官员之家，能让你戏辱吗？正是魏晋门，还要纳贵妾。来人，罚大少爷跪4堂3日，跪到想明白为止。你去准备好礼，送去沈家赔礼道歉。爹，女儿回来了。崔家作为簪缨世家，抛开个人情感不谈，单单是两家多年来积累的情谊，也不该轻易破坏。或许我可以理智一些，用更加委婉的方式处理。可是，胡闹！陛下赐婚，岂能让你儿戏？今日我当你糊涂了，此事不得再提。纳秋娘为妾之事，没有转圜的余地，你接受与否都没有意义。10年的青梅竹马，10年的全情付出，换来的竟是这般结局。凭什么受伤害的是我，要让步的也是我？阿昭，你过来看看父亲写的什么。人字头上一把刀，遇事不忍把祸招。阿昭，御赐的婚约暂时还不能毁，你且忍一忍，父亲自会想办法，绝不让你平白受委屈。爹，阿昭知道了。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休息。绝对没人能够欺负我的阿昭，父亲会为你做主的。崔家这群不要脸的，欺负我女儿，生日宴还敢给我们送梗帖。娘，你莫生气，气打伤身。阿昭，娘和你说，女儿家的心意重如金石珠玉，所谓情情爱不过尔尔，没必要把感情浪费在苦求不得的人身上。阿昭知道，娘，阿昭日后都听你的。阿昭，哥已派人在崔府等着了，只要崔少卿敢出门，哥就派人套麻袋揍他。莽夫，你父亲都说他会处理，你再把人打了，咱们岂不理亏？阿昭，世道不公，条条框框约束的都是女子，若是你强行退亲，名声定然受损，之后的路只怕更难走。陛下赐婚的是沈崔二家，可那崔家不是只有崔少卿，且看看吧。爹，您的意思是？老爷，夫人，听着秦家的人来报，崔家昨日给了秦家不少安家银子，
让他们3日之内务必离开京城。崔家动作还挺快，算他们识相。夫君，这崔家还算厚道，还给了秦家治家银子。这要是换做其他家，肯定叫他们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。崔家若是不厚道，咱们也不会把阿昭嫁进去。阿昭，若是秦家就此消失，你作何想？娘，您看我善良。阿昭，你要做什么？人都说劝和不劝离，阿昭想做一桩美事，成全崔少卿。这沈家人何迟迟不到啊？娘，阿昭回了帖子，说他会来，你不必担心。若是平日，娘自然不会如此担心，但娘，您不必担心，阿昭我最了解，我哥在他内心里犹如皎皎明月一般，他绝对不会弃我哥太久。也是，你大哥如此优秀，阿昭痴迷不已，必不会轻易放弃。待会儿啊，我们把哥哥叫出来，让他给阿昭道个歉，这事儿很快就过去了。阿昭，你今日怎么穿得如此华丽？哥哥不是最喜欢你素雅清静吗？不好看吗？娘说我之前的装扮过于老气横秋，也是，我本就生一张芙蓉面，没有道理为了不值得的人故作淡举，反而东施效颦。你觉得呢，玉莹？阿昭喜欢就好。好看，好看。我们阿昭啊，钟灵毓秀，穿戴什么都好看。她们小姑娘年纪轻轻，就应该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待到我们这个年纪，就羞于穿成这样出门了。就是，我们家的女儿啊，穿戴什么都使得。玉莹，你带着阿昭四处逛逛，不必在娘身边拘着。阿昭，今日天朗气清，咱们去放纸鸢吧。好啊。少卿，你着相了。三叔，从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读书、科考、注释，直到遇到秋娘，我才知道世间竟有如此坚韧不屈的女子。我想保护她，让她不受世事搓磨。我昨天看到阿昭了，人家好好的尚书嫡女，没道理总受你的气。就像你心疼秋娘一样，人家的父母不也心疼自己的女儿吗？你好好哄哄阿昭，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秋娘不是芝麻。哎，傻傻，阿昭今天来过府啊，娘特意让我把你带出来，让你跟阿昭赔礼道歉。听见没？知道了，三叔，别打了。沈昭怎么穿成这样，还连蹦带跳的，一点都没有端庄淑女的样子。世人不知道你崔大少爷竟喜欢女子卧病在床，你呀，还是适合和将死之人在一起。不能跑也不能跳，正好让你满意。三叔，哥哥，我们去喝杯茶吧。阿昭，阿昭，喝茶。相识10年，以往要么是丫鬟倒茶，要么是我主动倒茶。崔少卿倒茶还是第一次，原来我一直喜欢的如此卑微。阿昭，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明白，你还要怎样？你崔大少爷天资聪颖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是京城女子相敬爱慕的对象。就算你要将我的脸皮扔在地上踩几脚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沈昭，我已经放低姿态向你道歉了，你别得理不饶人。你崔大少爷的放低姿态就是摔杯子放狠话，那你还是别放的，免得把我吓到。你这副伶牙俐齿的样子，哪堪做人妇？我不堪为妇，那你崔大少爷别委屈自己，另娶他人做妇算了。阿昭，快坐下，尝尝我新泡的花茶。这茶从选用制作到泡制，乃至最后监制出展的时间都精确到极致，实乃上品。三叔，哥哥，
你们也尝尝。少卿，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什么？三叔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府内人多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父亲再也没用，谁也拦不住我。秋娘出事了，此事最好与你没有关系。少卿，三叔，算了，让他去吧。不去，戏就唱不下去了。三叔，哥哥跑了，我去找娘。小阿昭果然长大了，还知道声东击西。三叔，我可是老老实实什么都没做。少卿心高气傲，你可想好了？他崔少卿是崔家的嫡长孙，他都不担心后果，我怕什么？还是说，他就是算准了我一身软骨头，他说什么我都要答应，都要妥协。三叔，年少的沈昭会妥协，会期待。如今的沈昭已经17岁，只有心酸和后悔。我们年少相伴，可最终还是看向了别人。在我记忆里，你是摔倒了会撒娇、没心没肺、为其妻的小姑娘。我总要长大的，三叔，我先告辞了。等等，三叔你。陋巷不安全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去。您可是沈小姐？崔少卿不是来了吗？怎么会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干这些活？抱歉，沈小姐，我哥哥被赌场抓走了，崔大人担忧我，陪着我爹娘一起去赌场赎哥哥。沈小姐，你放心，这个钱就当我跟崔大人借的，日后我一定会还他的。不必跟我宣誓主权，崔少卿愿意借银子给你，是你们之间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沈小姐，我之前真不知道你与崔大人定了亲，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准备搬走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和崔大人的生活了。我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沈昭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别欺负秋娘！崔少卿，你是没长眼睛，你哪只眼睛看到小阿昭欺负他了？小阿昭欺负你了吗？沈小姐确实与我贤良。秋娘，不用替他说话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他既然来了，肯定是要做些什么。这就是我曾经喜欢了10载的男人，满眼都是另一个女人，如此不堪。崔少卿，以我沈家的权势，我真想做什么，你根本拦不住。你从前总嫌我不够端庄，说我书读的不够多，步子迈的不够文雅，说话声音过大，哪里都不符合你对妻子的要求。可我如今才知，既不喜欢一个人，他便是怎样都是错的。你是我的正妻，是崔家的嫡长媳，我要求你规规矩矩，这有错吗？我是正妻，他可有告诉你要纳你为贵妾吗？秋娘虽不是富贵人家，却也知道宁做平人妻，不做富家妾。崔大人，你与沈小姐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您忘了秋娘吗？秋娘，你听我说，10年，我将自己完全打造成崔少卿满意的妻子，10年如一日的约束自己，可现在却仿佛成了他和别的女人棒打鸳鸯的那个棒子。够了！既然秋娘不愿做妾，我更不愿意。你我的婚事还是就此作罢吧。够了，沈昭，你明知道那是御赐的亲事，不是你我想退就能退的。对，你总是仗着这是御赐的东西，所以才敢一次又一次的无视我，挑衅我沈家。你无非就是觉得我沈家非你不嫁，才敢一次又一次伤害我。你不要再多言了，给秋娘道歉。崔少卿，沈家与崔家的婚事并没有指定人选，我沈家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别无选择。但你崔家并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丁。你什么意思？除了我，你还能嫁给谁？我不嫁你，换你三叔娶我。沈昭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很清醒。别胡闹了，今天这事我当你没提过，咱们回家再说。崔少卿，你可以3妻4妾左拥右抱，但你不能不顾我沈家里面肆意妄为。我不会再任由你践踏我沈家的尊严。既然退不了妻，那我就换妻。此事牵扯甚大，你想好了？
沈昭，这不可能！三叔是你长辈，他大你5岁，你不可能嫁给他。有什么不可以？10年前，本官因治匪患和水患有功，陛下为嘉奖功臣，亲赐沈家和崔家的婚事。因你与阿昭年龄相仿，本官便与崔太傅定下这婚约。既然还未交换更帖，为什么不能换婚？伯父，我沈正军一生清正为民，治水赈灾，清剿捻患，正生卓著，自然要惠及家人。小女阿昭堪配世间良婿。崔少卿，你扪心自问，你配得上我沈正军的女儿吗？沈尚书所言，我定会告知于家父家母，给您个满意的答复。少卿，你糊涂啊！祖父，孙儿知错了。今日之事，孙儿愿一力承担。明日一大早就去沈府，务必让沈家满意。不必要了，沈尚书已经来询过我，说要换亲，我也同意了。少卿年纪小，只看到情情爱爱，却没有看到亲事对世家子弟的影响。倘若被退了亲，所有名门望族都会怀疑他的人品，怕是没人愿意把精心教养的嫡女嫁给他了。老三啊，你怎么看？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听父母的安排。我想知道你内心的真实想法。我不嫁你，换你三叔娶我。父亲，去年崔家10几个族亲和门生的任命，都经由沈尚书之手。若无沈尚书暗中帮助，少卿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入职翰林。这门亲事，崔家退不得。我要是娶了阿昭，我会真心对待她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继后事。老三，你以前躲避相亲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想为家族出一份力。既然老三没啥意见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祖父，阿昭这是气话，待过几日，他一定会反悔。父亲，这小姑娘家总是说风就是雨的，要不咱们再观察2日？老大媳妇儿，小姑娘是心性不定，可沈尚书可是言出必行。他让我们明日把聘书送到沈府，与少卿的亲事再无可能。这不可能，阿昭不会同意的。好了，事情已成定局，就这么定了。我累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明明阿昭满眼都是我，为何如此狠心，竟要与我退婚？我已向他保证，能妥善处理好与秋娘关系，为什么阿昭还是不相信我？莫非是我和他说话口气太生硬，他气急了才会这样挠我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我现在就去找沈昭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么晚了，少卿去哪儿？小姐，后门的门子来报，崔大公子求见，现在在后门呢。崔大公子还说把这块玉牌给您，您自会出来见他。我以前真是没想到他脸皮竟然有这么厚，还是觉得说我可以以前跟在他屁股后面跑，现在也可以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夜半与他私会。小姐，崔大公子简直欺人太甚。春白，你去将他曾经送我的所有东西都找出来，然后派人跟门子回话。崔大人，我们小姐说她和崔大人已无婚约，再见面于理不合，让您以后不必再来。小姐说这个包袱里装的都是您以前送她的东西，她马上就要嫁人了，不能再留外男送的东西，请您收回。阿昭这次会如此生气？不，我不信，他一定是在故意拿巧，想逼我妥协放弃秋娘。我怎能遂了他意？阿昭，明天就要送聘书了，今晚算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一直拿不准你的心意，如今看来，你的态度似乎跟我一般坚决，这样就好，至少你愿意与我尝试。以后你没机会再走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崔太傅今天终于去沈家送聘书了。
而且听说崔家换亲了，求娶沈小姐的不是崔家嫡长孙，而是崔三爷。要我说呀，崔家大少爷还是吹相太难看，得罪了沈家，现在人家沈家大小姐说什么都不嫁，可不是嘛！我就跟你说，喝茶嗑瓜子听闲课最惬意吧，你偏说有伤风雅。你说的对，人生可欲须尽欢。我之前为了一个男人循规蹈矩压抑自己，现在想想真是白活。哎，阿昭，那人是不是你哥啊？沈大哥，阿昭在这儿。我大哥旁边的人是崔浩。崔浩，他不就是你的新欢？你总说三叔三叔，我还以为他两命斑白了呢。这看着也不老啊。仔细品品，还挺威武雄壮的，可比那文弱书生强多了。姐妹，你可是要享清福了。哎，你好歹也是翰林院掌院的千金，说话能不能文雅点儿？我爹是翰林院掌院，我娘是威武将军的女儿，我已经尽量平衡发展了。这么看，崔浩身材确实腰肢劲瘦，双腿修长，看似瘦弱，实则有肉。哎呀，我在想什么呀？阿昭，脸怎么那么红啊？是不是生病了呀？沈大哥，阿昭没事没事，他就是茶喝多了，有点上脸而已。啊，那我叫人把窗户打开，凉快一点。阿昭，你总不说话。我大哥，三叔，别叫我三叔了，叫我玉芝吧。玉芝，你们……沈大哥，我呢想给我父亲买个护腕，正好前面有个成衣铺子，你陪我过去看看好不好？成衣铺子哪有卖护腕的呀？你别瞎买。哎呀，不就是下趟楼的功夫吗？你就陪我去嘛。哼。阿昭，这些年你吃的太寡淡了，现在该吃点好的了。走，兰蕊，坐吧。喝茶吗？凉茶还是热茶？你是不是在害羞啊？凉茶，我喝凉茶。小二，哎，来嘞！客官，你要点什么？一碗冰雪冷原子，再加一碗瓜子。哎，好嘞，马上来。什么是冰雪冷原子？冰雪冷原子是这家店特色，是用黄豆跟蜂蜜制成的。先把黄豆炒熟去壳，打磨成粉，跟蜂蜜一搅拌，再把它揉成圆，然后浸到冰水里，就变成了香甜可口的冰蜜水。三叔，玉芝，你爱吃甜的？我还好，我记得你爱吃甜的。以往为了崔少卿满意的妻子，小姑娘家喜欢的东西我都放弃了，却不曾想还有人记得我的爱好。玉芝，我记得你常年在北疆，怎么会对京城的事这么了解？我人在北疆，架不住身边的狐朋狗友多，他们每次给我写信，就跟我说介绍一些有趣的东西，勾我回京。只有在这时，我才想起来，崔浩只有22岁，如果不是身穿官服，也许是个鲜衣怒马的少年郎。客官，请慢用。这冰雪冷原子配上瓜子吃，很好吃，尝尝。或许换亲是不错的决定。最近天气凉，吃一半吧，不然会闹肚子的。可是这个原子很好吃，我想多吃些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下次带你过来，这离我下旨地方很近，很方便的。你要是想吃，提前跟我说，我给你定位置。好。阿昭怎么会在这儿和三叔单独吃饭？行为还这么亲密，他一定是在故意气我。沈昭，你这次真的过了。阿昭，你要是觉得剩下的比较浪费，我替你吃吧。可这是我吃过的呀。
我在军营物资匮乏的时候，常常吃上一顿就没下一顿，我连粗糠野草都吃过，你这都不算什么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看你吃挺香的，就帮你尝一尝。可你刚才吃的地方是我吃的呀，这不相当于间接亲吻？我带你去逛街吧，楼下有卖蛐蛐笼，有绢扇，还有香袋，都是你们女孩喜欢的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哥哥和蓝蕊还没回来。傻姑娘，外面就没有成衣铺子，只有首饰铺，你哥回不来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为了气我，沈昭和三叔在一起居然笑得这样开怀，三叔还给他剥瓜子，吃他剩下的东西，配合沈昭做我从来都不屑做的卑微事。沈昭，你这次真的太过了，我等你回来求我。哎，你看，这里有通草、灵娟，衰之辍之，不能混真呐。这个比较适合你。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崔少卿从未用这样欣赏的语气夸过我，无论我做的再好，在他眼里都是应该的。三叔应该鬓边常插四季花，这样才玉树临风，俊美刚毅。哎，你要再这么取笑我，我不陪你逛街了。你从前出征时，应是荣服簪花，鼓旗出征，可惜那时我没看到。今日见你簪花，方知什么是丹心铁骨少年将，将军义气，足应好。你们小夫妻呀，可真恩爱！送你们一朵百合花，祝你们年年长相知，岁岁如花红，百年好合。大娘，我们不是……我们现在不是，明年就是了。百年好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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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年好合。这是我第一次感觉整个人都是暖的，再也没有患得患失。或许这次没错了。这银票你先拿着，先把你哥的赌债还了。你们也不必搬出京城，娘那边我会去说的。崔大哥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们秦家无以为报。您放心，剩下的银子我会拿去开间小店，等赚够了银两，一定会如数还您的。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是之前答应过你的事，可能要食言了。崔大哥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父亲让我先立业后成家，这几年不得再提婚嫁之事。我之前说的娶你做平妻的事情，可能无法实现了。崔大哥，我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我不做妾。秋娘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只要沈昭那边说通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秋娘，我先走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崔少卿，他被我哄得团团转，退了婚事。沈昭，你休想再与少卿再交好，谁让我当不成官太太，我就让谁死无全尸。其实我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。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未曾过问你的意见，就擅自做了换亲的决定，让你无端卷入这场风波。三叔，我很抱歉。只是抱歉吗？崔家适龄男子不止我一个，而且我的年纪又比你大许多，为什么选我而不是其他人？确实，我当时什么都没想，就选择了崔浩。
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我觉得三叔不会是负心人。阿昭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曾经也是中2甲进士，也是个读书人。三叔虽是读书人，但你捐躯赴国难，自是与常人不同。你们拼死抵御鞑靼，守住国门，才有今日万国来朝。三叔是铁血真男人。若是日后我们成亲，你想留在京城，我就与你举案齐眉；若是你要提枪上阵，我就为你守好家门，等你凯旋。你对少卿也是这样吗？我与少卿相识于微时，本以为能长相厮守，没想到世事无常，人心就是易变。三叔，相识容易，相处难。若是你心中有我，我心中有你，那即便是山水迢迢，阿昭也是无畏无惧的。三叔，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妹，阿昭，能让你成为我的妻，是我的运气。我说，你们俩谈情说爱，也不顾冀州门有没有人呀？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这一逛就是2个时辰，幸亏我派人去跟爹娘汇报，说带你们去吃酒楼吃酒，要不然他们得担心死。承安，我疏忽了，但我派人跟沈尚书和沈夫人说了，带阿昭去逛夜市，晚些回府，却独独忘了跟你说了。合着我蹲这么久，白费力气呗？也不算白费力气啊，爹娘肯定以为我们一起去吃饭，再去逛夜市，更加放心了。感谢成全，改日请你吃酒赔罪。吃酒就不必了，我听说你有汗血宝马，让我见识见识呗。没问题，如今春光明媚，最适合骑马踏青了。等下次休沐，我带你们去梅花山玩。那不行，那日是镇国公60大寿，各府都要去贺寿的。这国公府啊，我最不爱去了。他们仗着丽贵妃得宠，恨不得以国丈自居，府里的子弟也都眼高于顶，没一个好东西。这丽贵妃的妹妹佟小慧、潘府崔少卿，之前总是无故找阿昭的麻烦，简直烦死了。那日我也会去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崔太傅、太夫人，许久不见，一切可好？托你上书的福，一切都好。阿昭，好久不见。崔太傅安好，几位大人、夫人安好。阿昭，你今天特别美。美在哪里啊？玉颜桃面不须臾看，便是人间四月天。我们阿昭欲言婀娜，就应该长啸，多好看啊！他呀是个不知羞的，偏偏于之还总宠着他，能不开心吗？沈夫人，咱们进去吧，别让主家久等了。沈昭见我，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哼，我绝不会轻易原谅他。我以前真没有想到，阿昭你竟然如此无情，这么多年感情说断就断。我不断，难道还要与未来的侄子纠缠不清吗？那你也不该跟三叔打情骂俏啊。玉莹，你这话没有道理。过去我说话，你哥嫌我声音大，不说话嫌我礼数不周全。可这些事换到秋娘身上，一颦一笑皆是婉转风情，我何必作践自己？那秋娘顶破天就是个妾，根本威胁不到你，你又何必耿耿于怀？我看你就是善妒，不过就是妾。最后你也是要嫁人的，你可愿意自己执掌钟馗，教养子女，夫婿去和另一个女子风花雪月，谈情说爱？试问博学多才的崔翰林，一个女子的宽容、贤惠、大度，真的能换来尊重吗？我看未必。我多年的退让妥协，换来的不是尊重，只有得寸进尺。你真当我是任你玩弄的泥人不成？京城哪个官员不需养妻妾？你怎能这样得理不饶人？自古以来都是夫为妻纲，我作为一家之主，那个妾怎么了？你看看你这个胡搅蛮缠的模样，一点都没有贤惠妻子的样子。放肆！这就是你对未来婶婶的态度是吗？三叔，在你眼里的贤妻是何模样？既然夫唱妇随，那得有好夫才有好妻。夫善则妻贤，妻贤则家安，家安则兴旺。我眼中的好妻，就能与我同生死，共患难，
共享荣华富贵，白头到老。有些人我用10年都看不透，有些人却可以时时哄我开心，高下立现，根本无需分辨。崔少卿，外面的女人善解人意，是因为享用了你的荣华富贵，并未参与你鸡零狗碎的生活。如果正妻不用管家，那么也会成为贤惠的妻子。崔少卿，你耳聋眼瞎，根本配不上我妹妹。算了，哥哥，我们不必白费力气，毕竟我们叫不起装睡的人。况且我日后嫁到崔家，也不过是他的三叔母，也不好过多管教。咱们走吧。你们刚刚干什么去了？怎么来的这么晚？娘，刚刚有狗在狂吠，被我狠狠收拾了一顿。这以后毕竟是隔房亲戚，你还是与崔玉莹少来往吧。崔家大夫人和二夫人都不是善茬，小心为上。娘，你放心，人好我敬之，人不好我远之，绝不给自己惹麻烦。好。皇上驾到，贵妃娘娘驾到。陛下万岁万安，贵妃娘娘万福金安。朱爱卿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今日我父亲的寿宴全是由我这侄女小慧一手操办的，所有事宜均由她亲自过目，一连数月都忙得脚不沾地呢。哦，如此宏大的盛宴，竟是小慧一手操持的。那小慧人呢？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连崔少卿这种表面清风朗月、内心浅薄庸俗的男人都无法免俗。我以前眼睛真瞎，幸好换亲了。怎么了？不许看别人。以前怎么没看出来？这个男人这么霸道。陛下，小慧的舞蹈好看吗？好，有她奶姐风范。好念，陛下就会打趣臣妾。小慧不仅舞跳的极好，抚琴更是一绝。陛下要不要再听一曲？贵妃娘娘，今日宾客众多，展台搭建的如此之大，如果只是抚琴，岂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啊？父亲的意思是，陛下，小慧待嫁闺中，还未定亲，您不妨替微臣看看，在场的青年才俊挑选一位能与她琴瑟和鸣。好啊，小慧尚待字闺中，在场的才俊可要抓紧了。琴见书名，剑胆琴心，臣女想以琴声贺舞剑，还望陛下和父亲允准。正所谓刚柔并济，如此甚好。陛下您觉得呢？那小辉献君想挑哪位少年郎与你琴瑟和鸣啊？陛下，臣女听闻崔翰林吹得一手好箫，所以臣女想邀请他与臣女一起琴箫合奏。可是朕听说崔翰林是有婚约的。陛下，崔翰林眼下并无婚约，沈府小姐已与其三叔定了亲。哦，崔太傅可有此事？回禀陛下，您在10年前将沈崔两家定的婚约，沈大人相中了臣的3儿子，
然而北疆战事告急，犬子自请上了战场，婚事便耽搁了下来。前不久便回京就职，臣父便亲自到沈府下了聘书，预计明年成亲。哈哈哈哈！崔太傅教得好儿孙呐！这崔浩在北疆战场屡立战功，确实是一个好亲事。你们二人上前，让朕看看。沈昭，你曾经那么喜欢我，现在犯情都被陛下知道了，你再不示弱回头，便什么都挽回不了了。陛下恕罪，我儿殿前失忆，一时不慎弄碎了酒杯。无妨，无妨。混账！当初你不珍惜沈昭，迷恋那个什么秋娘，如今在陛下面前装什么深情？你是不是想害死崔家呀？臣崔浩，臣女沈昭，恭请陛下圣安。好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们二人亲事是朕定下的，待你们结婚之日，朕定要送些贺礼，以此祝贺。谢主隆恩。退下吧。崔少卿，小辉县君说想与你琴瑟和鸣，你作何感想啊？陛下，臣无心婚嫁。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难道你看不上小辉县君？回陛下，臣并非此意，只是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此事还需征求父母的意见。正好今天崔少父和崔夫人都在场，你们可有异议啊？比起沈昭，这童小慧简直是个草包，我如何能要？陛下，少卿哥哥脸皮薄，就算是愿意，也不好意思说，你就别逗他了。他脸皮薄，你脸皮厚不就行了吗？今日是镇国公的大寿，他掌上明珠的婚姻大事，朕自然要亲力亲为。小辉县君有意琴瑟合奏，少卿，你便陪同吧。是，祖父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似乎是沈昭与我在宴会上合奏，他对我情意绵绵，旁人因我要娶她，羡煞不已。春日宴，绿酒一杯，歌一遍，再拜陈三愿。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见，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。如今什么都没有了。好啊，小辉县君琴弹得如何呀？回陛下，小慧县君精通音律，琴艺高超。沈昭，说好的岁岁常相见，如今却是物是人非，唯留桃花笑春风。我们究竟为何走到了这一步？崔少卿这人，去年有花堪折你不折，现在无花你又要故作什么深情，无端让人厌烦。崔太傅，小辉县君寿宴操办得不错，确实堪为家父。那朕等着听你们二府的好消息了。微臣遵旨。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没想到童小慧竟然要嫁给崔少卿，可有好戏看了。阿蕊，是不是忘了，日后我也是要嫁到崔府的，以后指不定还要怎么用。阿昭，我怎么觉得你和童小慧才是虐恋情深呢？你和崔少卿纠缠多少年，他就跟你对峙了多少年，现在好不容易和崔少卿撇清了关系，没想到你们俩又成了一家人啊！真是阴魂不散。还真是这样啊。
哟，这不是被穿了10年的破鞋吗？怎么还有脸出来见人？也不怕丢人？哎呦，我说怎么这么大股酸馊味儿啊？原来是有人捡了别人不要的破烂衫啊！居然还洋洋得意。你不嫌馊得慌，我们都嫌味儿大。赶紧滚开，好狗不挡道。严兰蕊，本县君没有跟你说话，你最好给我闭嘴。你是没和我说话，但你的口臭啊，熏到我了。我要是再不说话喘口气儿，一会儿就该憋死了。沈照，如今崔少卿是我的夫君，你以后别再没脸没皮的黏着他，小心我把你做的那些不检点的事儿都说出去。你看看崔浩还敢不敢娶你？这是怎么了？我为人一向坦坦荡荡，你倒是说说我做了什么不知检点的事情？就是我们阿昭是京城贵女的典范，你要是嘴闲啊，就去舔舔茅厕，别在这叭叭。沈照，你为了讨好男人，什么下贱的事都能做得出。少卿哥哥8岁写的诗“玉骨冰肌最可人，夜缕暗香沁芳魂”，你便将自己的院子改名为了沁芳院。三叔，少卿字眉章，你在15岁及笄的时候，偷偷给自己取了个小名叫战魁。自今颜色难为偶，嫁得梅花却战魁。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如此恨嫁，羞不羞？还有吗？当然了，你想听，本县君就继续说。这每年的元宵节、上巳节、乞巧节，你不是送衣服鞋袜，就是送荷包，你还没嫁人呢，就送如此贴身之物。京城贵女的典范，也不过如此嘛。你放屁！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崔玉莹告诉你的。你整日给玉莹送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，却没想到她在背后如此说你吧？既然你能送，别人自然也能送。在这京城之中，本县君想要知道什么，都是手到擒来。沈照，你费尽心思勾引少卿哥哥，没想到吧？少卿哥哥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样寡廉鲜耻的女人。崔少卿和崔玉莹这对兄妹果然同气连枝。我之前那么掏心掏肺，换来的却是背叛。我是不识好歹的东西。童小慧，你刚刚跳舞流了不少汗吧？怎么了？你还真是癞蛤蟆装小青蛙，长得丑，玩得欢。你有功夫在这儿说长道短，不如撒泡尿来照照自己丑成什么样子。再说了，我确实曾经全心全意对待我的未婚夫，可他却倾心一个民女。不过现在要面对这个民女的好像是你啊。是这，你也不是嘛，跟人沾边的事你是一点都不做。瞧你脸花得像个大染坊，眉毛黢黑成一团，跟死了3天似的，居然还有力气说别人。阿昭，你还为我做过这些事情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曾经愚蠢罢了。崔少卿，从前只要你休沐，我便然去崔府找你，日日托你的好妹妹送衣又送鞋，还有数不清的香囊荷包，你看都不看，扔在一边。后来更是直接赏给下人。我只是嫌你不学习，不学琴棋书画。那你还记得我从前学画时你的态度吗？少卿哥哥，你能帮我点评一下我的画吗？我画了3天了。笔触生硬，构图简单，你没作画的天赋，还是别画了。似乎就是那时开始，沈昭不再研究书画，开始学习做衣服和刺绣。少卿哥哥，沈昭，你还在勾引我的未婚夫！如今被缠着的人是我。童小辉，我告诉你，从前我脑子不好使，现在我清醒。这样的男人，你想要便拿去，我只求别来沾边。自古女子都不得轻易表露感情。你沈昭出自名门，你却不顾男女大法，与人私交授受。崔三爷，你知道你的夫人是如此放荡的女人吗？私相授受的，难道不该是你的未婚夫和那养在巷子里的女子吗？童小慧，你乱废，废错对象了。阿昭，这府里倒胃口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带你去吃东西。好。阿昭，你就这样走了？崔少卿，你别忘了你的秋娘。你如今与童小慧定亲，自然是要委屈了你的好秋娘。走吧。
我自小便与崔少卿有婚约，从我知识起，他便是我的未来夫君。童小慧说的那些事情，我确实都做过，但日后我定会与他划清界限。喜欢一个人没有错，你不必在意过往。我只是怕你遭人嘲笑，我有一段糟糕的婚约。我不怕被人嘲笑，我担心的是你走不出来。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打仗那么多年，战场上写遗书，都只能给我的父母写。你是我的夫人，是我选择的亲人。我发誓，从此以后，我要好好善待我的夫人，否则100年之后，父母离世，再无人惦记我了。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再轻信男人，可如今却控制不住我眼前的男人心。少卿哥哥，你是不是还对沈昭念念不忘？他不过是个见异思迁的荡妇，根本就不值得你喜欢。童小慧，你闭嘴！沈昭现在的未婚夫君是我三叔，你大庭广众下嚷嚷，置我名声于何地？粗鄙不堪！就算我不会娶沈昭，也不会看上。少卿哥哥，你不喜欢我，还喜欢谁？我好不容易能让你娶我，你只能是我的。你喜欢谁，我便毁了谁。阿昭，你最近可太难约了。若不是今天正好碰见你出门，你都不曾想起过我。哪有？最近不过是三叔常约我出去。好，我知道你幸福了。对了，大晚上你买布匹做什么？三叔对我很好，我想给他做件新衣裳。真是莫名其妙被撒了一大把狗粮。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！崔大公子的小伙们打起来了！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勾引少卿哥哥的商户女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这位小姐，这位小姐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？闭嘴！你就是靠这副模样勾引少卿哥哥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京城之中，有谁让我不高兴，本县君就让他生不如死。我没有勾引，还敢狡辩？打！街坊邻居们都来瞧瞧，就是这个不知羞耻的狐狸精，勾引我们家小姐的未婚夫婿，还让男人出银子给他开铺子，简直就是个狐妹子！你自己说，你是不是勾引爷们儿？自己不要脸，打起来！太不会笑！哎呀，就是那家，都给我住手！少卿哥哥，你今日不是在上职吗？怎么会来这儿啊？我要是不来，秋娘恐怕就要被你打死了。打人不过是个贱人而已，我为什么不能打他？我警告你，这里是天子脚下，打人是犯法的。打人？这分明是秦家人冲撞了我的马车，而且有谁看见我打人了？没有，没看见。啊，没有。少卿哥哥，你看，没有人，他们都在摇头呢，说明没有人看见我打人。你也是右城庭训的大小姐，怎么能说出如此失德的话？我失德？你屡次给这个贱人银钱，你告诉我，他究竟是崔府的下人，还是你的外室？如果是，我作为正室娘子，自然有权利处置；如果不是，还心安理得的花着你的钱，你告诉我，究竟是谁失德？这位县君虽然行为过激，但是他说的话确实有道理。是啊，有哪个良家女子会向外男索要钱财？要说他俩没关系，谁信呢？秦家女子要是自重自爱，怎么会让别人家未婚妻找上门来？阿昭，我听人说，崔少卿出银子给秋娘拼了个汤面铺子，铺子开张，崔少卿带同僚过去捧场，整个京城都传开了。这不，童小慧可不得拿秋娘开刀啊！
恶人自有恶人磨。阿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正好，你来说，方才童小慧是不是无故伤人？沈昭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刚来。沈昭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到现在还在怨怼秋娘不肯帮他。我之前对你耳提面命，当家主母应该善良大度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刚来。沈昭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告诉你，少卿哥哥是我的，如果你以后再敢伤害少卿哥哥，这个贱人就是你的下场。这位小姐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是因为崔大人给我们借了银两，我们才有交集。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绝无任何勾结。我虽不是富贵人家，但我也不愿做妾。我家小姐没有让你开口，你给我闭嘴！狗奴才，谁让你欺负别人的？你居然躲他怀里，他如今连清白都没了，不做妾还能做什么？难不成要做正妻吗？够了！你这个刁蛮毒妇！阿昭与我定亲多年，事事顺着我，想着我，而今我的未婚妻是你，你怎么这么蛮横不讲理？少卿，原来你有了新的未婚妻。即使如此，你为何还要再管秋娘？我不愿与人做亲，更不愿毁人姻缘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死啊！像你这种离了男人就活不了的下贱坯子，被我打死也活该！哎呦，白小姐，快起来，快上气啊！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贱人推我！我可是娘名为正娶，过了正统的正统样子，你竟然推我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！薛大人，都是我不好，让镇国公府的世子和小姐误会。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。你们若是不信，我就秋娘，秋娘，你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崔大人，秋娘真的没有非分之想，你要相信我。秋娘，你别睡，我带你去医馆。走开！春白，你速去派人去禀告三叔，说今日之事，让他务必做好准备。怎么又跪上了？童小慧今日大闹秦家，秋娘为了自证清白，撞墙自尽。我好不容易救下秋娘，郑国公就携夫人上门讨要说法，说崔家这次要不给个合理的解释，就要到御前告状。我说你，就算没有在刑部任职过，你也得有自己的判断吧？人的头骨是从头到脚最硬的地方，就算撞墙，也得有多大的力气才能把自己撞死？脑浆破裂，他有那么大力气吗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拼死撞向围墙，头骨也裂了，还流了很多血，人也昏过去了。再说，他不可能是装的。在那种情况下，要不是假装晕倒，怎么可能会逃脱镇国公府的追责呢？你是一个人，镇国公府是一群人，要是我也会假装晕倒。那个秦家绝对不能再留了。父亲，我已经安排人手将他们赶出京城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祖母，孙儿这辈子别无他求，唯独对秋娘放心不下，恳请你准许我去秦家再看上一眼。你气晕你祖父还不够，难道还想气死我吗？祖母，你就心疼孙儿一次吧。要是秋娘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此生再难安睡。你，唉，罢了罢了，你既然执意要去，那便去吧。老三，你陪他一同去，两个人也互相有个照应。起来吧。
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快救火呀！哎呀，真是造孽呀！这秦家人竟一个都没有逃出来！哎呀，秋娘，速去通知精卫。三叔，刚刚火势太大了，秋娘的双亲哥哥都在里面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火势这么大，你怎么跑出来的？三叔，秋娘刚刚死里逃生，她的父母都葬身于火海，你就别问了。我问你了吗？火从秦家起的，涉及到失火的问题，你作为当事人，有义务配合官府的调查和问话。我和父母兄长早就睡下了，半夜我被农爷抢醒，发现父母兄长都昏迷不醒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就出来搬救兵。刚跑到半道，就遇到了崔大哥。我看到秋娘的时候，她正在四处呼救，秦家已经被火苗吞噬，但火苗太大了，我只能先将她带出来。你说你出来呼救，怎么看见我们之后，一次求救都没有？按照正常来说的话，不应该求爷爷告奶奶的去救亲人吗？我当时被吓坏了，所以我就忘了求救了。崔大人，你快救救我的家人，一定要救救我的家人！哎，秋娘，你怎么了？三叔，我先带秋娘去医馆。崔家要赶我走，我能留在京城，我只能牺牲父母兄长了。日后等我成了崔少夫人，一定要给他们多烧些纸钱。崔大人，卑职从墙角处发现了这枚腰牌。精卫救火来迟，还牵连了不少人家。那秦家除了秦秋娘，无一幸免。秦家还发现了镇国公府的腰牌，镇国公府自己理亏，只能同意秦秋娘入府，给崔公子当妾。其实蹊跷，听起来不像是镇国公府的手笔，倒像是秋娘为了嫁进崔家，放手一搏。这等小心思，定然瞒不过崔太傅，只怕他也是故意放秋娘入府，放在眼皮子底下，方能洞悉背后之人的意图。这少卿自己选的路，他就是跪着也要走完。好在此事已然与我无关。阿昭，看看谁来了。玉芝，哎，伯母团花式插花，高低庸簇，一派富贵。阿昭插花入画，娇艳欲滴，相得益彰。你光会说好听话，我娘才不会被你哄骗呢。怎么不会？让他多说点儿，我爱听。你哥和你爹呀，夸人没新意，还是于之夸人好听。难怪有人说呀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呢。有于之这样的女婿啊，我自然满意。对了，伯母，今天阿昭生辰，我想带他去集市逛一逛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我就不掺和了，就让承安一同陪去吧。那我也不打扰你们俩柔情蜜意了啊，我出去等你们。春白，你去把我刚绣的荷包拿来。是，小姐。玉芝，这是我舅父刚刚从杭州送来的一些龙脊，你尝尝。人生如茶，茶如人生。愿君终如愿，皎洁落清辉。那晚我和他说的报复，原来他都记得。沈昭就这样将明月与山河都送给了我，世间最好的礼物，也不过如此。阿昭，这是送你的礼物。这是我在北疆的时候从一个传教徒手上得到的。这是珐琅质，在京城比较罕见，颜色比较艳丽，我觉得很适合你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身比花娇，世间千般美好，也不及她展颜一笑。我不是让你拿他那个吗？你怎么两个都拿过来了？
这俩都是我的吗？不是，这是我和兰蕊带着玩的。玉雕龙鱼，象征着吉祥、权威、吉星高照。怎么，你们想要更上一层楼了？春白还在呢，你注意一点。阿昭，你能帮我绣一个漆竹青色的荷包吗？我上职的时候佩戴。这人就是长虫吃高粱，顺杆爬。小姐，大公子还在外面等着呢，让您和崔大人尽快过去。走吧。少卿，我入府后还没有拜见过三叔，你陪我拜见一下三叔吧。你跟紧我，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别自作主张。三叔，三叔，沈小姐，沈小姐，少卿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不是你的问题，他是在帮沈昭出气。大哥，你看，这是哪家的夫人？那哪是夫人，应该是出来硬条子的。硬条子？你是说她是风尘女子啊？沈昭，你也是大家闺秀，怎能问这种问题？你从前最是循规蹈矩，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守规矩了？三叔，你也不管管他，怎么能任由沈昭去接触那些低俗的东西？是啊，这种污秽之事，女子怎能任意打听？陈安不说，难道别人就不知道了是吗？有一些人满嘴仁义道德，却满肚子的男盗女娼，少廉寡耻的事都做得出来，难不成还不让我妹妹问了？我真心待秋娘，怜惜她一个弱女子生活不易，又失去了双亲，想给她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对了，阿昭，今天你过生辰，我带你去放烟花吧。放烟花？阿昭，今天是你生辰啊？是啊，阿昭已经过了17年生辰了，崔大公子今日才知道。往年你都会提前跟我说，还让我专心学习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把我妹妹放在心上，反而陪着秦姑娘去看病，连翰林院都不去。秋娘她没有双亲，我多照顾她一点。难道我妹妹有亲人就有错了吗？城隍没有这么多无亲无故的孤儿，怎么也没见你大发慈悲帮助他们，少在这虚情假意。阿昭，我注意你的言辞，以后叫阿昭叫沈娘。走吧。就算世家贵女又怎样，还不是被我抢的亲事？即使崔少卿对沈昭还有些余情未了，我也会掐断这根情丝。少卿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想起那天晚上的大火，心里还是有一些害怕。要不你陪我出去散散心吧，这样我晚上可能会睡得安稳一些。你们反正没地方可以去，跟我们上城头放烟花去吧。可以吗？我还从来没有放过烟花，少卿，可以吗？哥哥，你怎么让他们跟着呀？你不是怀疑秦家火灾的事有蹊跷？我看看这秋娘到底怕不怕火。只可惜啊，好好的游玩，多了一对不速之客呀。人生这一辈子最多的就是变数，大概唯一不变的就是这充满意外的生活吧。可能不确定就是人生的真相吧。但还好，我们有朋友的倾诉，亲人的陪伴，还有爱人的携手。臭不要脸的！你爱人在哪儿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呀！气死我了！阿昭，把我的3尺大刀拿来，今天我让你魂归天边。哥哥，要不你还是算了吧。少卿，我真的好羡慕沈昭啊，他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，
又有一个疼爱他的哥哥，很快就有一个很贴心的夫婿，而我就只有你。你还有我。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钱郎。秋娘何其有幸，能够遇到你。为了救秋娘，我几乎众叛亲离。如今沈昭更是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我真的是有幸吗？阿昭，我祝你年年皆胜意，岁岁都欢愉，所求皆如愿，所行化坦途。那我也祝你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。少卿，着火了，我别怕，烟花放完就好了。秦姑娘，你可真是勇猛啊！见到火都不躲，竟敢用脚踩。当初秦家着火的时候，你可是吓得连站都站不稳。你们到底想说什么？只是看个热闹而已，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人怎么解释都没用。少卿，我觉得我呼吸有点困难，要不我们先下去吧。好。他要是不心跳才怪呢，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，吓唬谁呢？我已经派人去查买膏油的人了，但是调油郎四处都有，查起来比较困难。对了，承安你对北城比较熟悉，这事就麻烦你了。小事一桩，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。哦，对了，越亲王重整军营，给你提拔为指挥使副使，说要设宴庆祝，到时候我跟阿昭一起来为你祝贺。好。沈大哥，你被偷家了。好狗不挡道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后脑勺又没长眼，哪里知道有狗过来？有人就知道好狗不挡道，怎么不知道好驴不乱叫呢？少卿哥哥，你看他们。月雨不见，阿昭愈发美丽动人了。崔少卿，这里是乐亲王府，你小声一点。怎么，如今你是嫌弃我声音大？我倒是没嫌弃你，眼睛长在别人身上，你还嫌弃上我了？怎么，外面的野花香，家花就臭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不是没用的软蛋，任你搓圆捏扁。这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。你都少说两句，别吵了。崔少卿这话一出，好像我是在为他争风吃醋，真是不要脸。你少管我！我告诉你，你我二人的亲事就定在明年。这纳妾的事情，得经过主母点头同意。秋娘的生死可是掌握在我的手中。算了，我们快点进去吧，免得被他们牵连进去。走。王爷千岁，都坐下吧。有刺客！保护王爷！原以为只是普通的宴请，没想到岳亲王和崔浩早有准备，连武器都藏好了。你们是谁派来的刺客，竟敢行刺本王？
王爷，小心！说好。全浩，佛义，快来找人！崔浩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啊，程安，刚才我的剑不知道丢哪儿了，你带着阿昭去给我找找。啊，好，阿昭，走，快！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让我看？今天来的都是死士，最后射出的箭是为了杀人灭口，想必剑上有毒，所以崔浩才会一直疼得冒冷汗。我们去太医院，将吴院判请过来，他医术高明，一定能救崔浩。好，走。王爷，这箭头不仅有毒，还有倒刺，你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我得仔细检查之后才敢医治。崔可房，王爷，这箭伤太重了，我从未处理过，多亏了九公子，要不然真没有办法救治。这样，先用刀划出个十字口，再拔剑，之后再把周边的腐肉剔掉就行。军队里都是这么治的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快，先把我妹夫治好，千万别让她死了。沈大人，你跑得也太快了，我这身子骨啊，都快跑散架了。崔公子从脉象上看，没伤到要害，还好崔公子有战场上的经验，要不然今天可得终老了。就算那绊脚迈进阎王殿，也要给我救回来，否则我妹妹成寡妇了。玉芝，没事，就算我把阎王殿拆了，我也跑回来看你，我也跟你白头到老。我这儿有浪荡子，有安神镇痛的功效，等一会儿让崔公子吃了。大家都先别站着了，这崔公子需要安静休息，留下一个人照顾病人就行了，其余的就先回吧。崔浩也算半个沈家人，我和阿昭留在这陪他。诸位，你们就先回吧。哎，哥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啊，也没什么心事。刚才原来人躲人的时候，好像撞到了桌角，我从吴元派那里求了一瓶药膏，忘记给他送过去了。外面雨下得急，兰蕊应该走不远，你赶紧给他送过去吧。行，你好好照顾他，有什么事跟下人说，我去就回来。放心吧，春白和夏桑都在这儿，没有事的。啊，即便是仓促定期，崔浩也一直在极尽所能做到最好，而我享受崔浩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却从未主动为他做过什么。沈丫头，崔浩现在怎么样了？岳王爷，今日之事，你可还满意？本王几乎被人对穿，吓都快吓死了，还有什么满不满意的？您和崔浩早就算到会有人来捣乱，所以故意设局，打算瓮中捉鳖，对吧？这些都是崔浩告诉你的。玉芝不曾告诉我，是我看到他拔出长剑，侍卫却迟迟不来，自己猜到的。只是，您到底有没有想过，对方还留有弓箭手？沈丫头，你很聪明，本王这也是被逼无奈。皇上膝下几位皇子都已经长大，大皇子和太子之间锋芒相对，本王不愿站队。若是要保全自身，唯有先向皇上表明忠心。阿昭当然聪明，
你醒了。崔浩，今日之事，本王欠你一条性命，本王还有许多事要处理，就先走了。你们聊吧。皇家哪有那么好？阿昭，你知道吗？只有妻子才能坐在男人的床榻上。不行，你好好躺着。你刚才生气，是为我打抱不平。今日之事，那个王爷根本不用这样，可他为了向皇室示弱表忠心，不惜让你受伤。我若不当面戳穿他，他指不定日后又要怎么欺负你。那你是在心疼我？我哥哥说了，你好歹也算半个沈家的人，那我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受委屈。你哥还说，如果我醒不过来，就给你改嫁。我可不放心把你交给别人，我怕他给不了你幸福，你只能嫁给我。崔浩3分正经7分无赖，只可惜我段位太低，每每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放手，一会儿赛桑监要回来了，看到我们这样拉着像什么样子？我已经去你家下了聘书，马上就能成为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咱们不怕人看。那我哥哥一会儿也要回来的，你不怕他看到？既然我醒了，我就没事。过一会儿我喝完药，你跟程安先回去吧，毕竟我们还没有成家，我不能坏了你的名声。那你答应我，你要好好养伤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阿昭，这茄子的大小感觉不对啊，老实交代，给谁做的？反正不是给你做的。这父亲的脚和我差不多大，不是给我们做的，难不成是给崔浩做的？是啊，就是给他做的。那可不行，外面男人有的，我们也得有。你赶紧给我做一手。大公子，小姐跟您开玩笑呢。她已经给您和父亲做好了游靴，方便你们上朝的时候穿呢。还是有妹妹好啊。娘，一会儿我和阿昭要去趟崔家，听说崔家的大姑奶奶从陇西回来了，你也一起去吧。娘，来的都是女眷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听说童家也会派人前去，你不得看着点阿昭啊？万一在童小慧手里吃亏怎么办？啊，也是，那一起去吧。走。娘，你怎么样？你们看着干嘛？要死啊！滚开！娘，国公夫人，有时候走得快不是本事，走得远、走得稳才是真能耐。你说是吗？最好你们一直有能耐，不劳烦国公夫人费心。唉。娘，你看他得寸进尺的样子，真是可恶。下次进宫一定要告诉你姐，让她想办法打压沈家的嚣张气焰。好，沈昭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不是沈家嫂子吗？瞧瞧我们的小阿昭，真是出落的越发水灵，怪不得我那犟种弟弟啊，眼巴巴求娶。如此天仙般的人儿，日后若能陪在母亲身边，母亲必然每天都乐开花。阿昭确实有福气，刚刚定亲，我们老三就升了官，我只盼着他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，日后再能抱个大孙子，我就乐开了花啦。哎，你们瞧，他们两个含情脉脉的样子，看得连我都羡慕。大姐说的对，
阿昭确实有福气。夫人发誓，看来他已经被崔少卿收房了。哎，过来坐，阿昭，你坐。好。镇国公夫人到。听闻崔府大奶奶回府探亲，我特意带小慧过来讨口茶喝，好沾沾贵府的喜气。有劳国公夫人费心了，快快请坐吧。阿昭，搭配的刚刚好。国公府诸事繁忙，夫人还能抽空来访，我们蓬荜生辉。少卿，这段时间总下雨，你有段时间没见到小慧了吧？崔大夫人，她怎么在这儿？崔大夫人，再过半年，小慧就要嫁进来了，总不能什么人都往崔少卿身边放吧？国公夫人，秋娘无亲无故，我娘看她可怜，所以才接进府内。崔府的规矩就是这般吗？我正跟崔夫人问话呢，你一个晚辈也敢插嘴？过去父亲和哥哥碍于我的面子，怕我在大夫人手下不好过，即便不满，也都忍着性子，从不会当众落了崔家的面子。国公夫人，那只是个通房丫头，是个下人，夫人就没必要放在心上。既然是下人，可有卖身契？是死契还是活契？既然是下人，也要按照规矩办。老大媳妇儿，回去把卖身契签了。是。少卿，云清，你不是给大家准备了礼物吗？还不快拿出来让大家瞧瞧？哦，瞧我的记性，还要母亲提点。来人，把我的礼物带上来。听说三弟就送了你一面珐琅镜，那我也来凑个热闹。我再送你一套玳瑁荷花鸳鸯八方盖盒，让你装首饰用。这八方盖盒太贵重了，这是我送给我弟妹的，你别拦着我。再说，只要阿昭喜欢就行。这荷花和鸳鸯寓意也好，送给阿昭啊合适。来，多谢李夫人，我很喜欢。下次见面就应该改口叫我姐姐啦。现在改也不晚。你自小仰慕少卿，没想到还有这夫妻缘分。只是这长房孙媳难当，日后怕是要辛苦你了。这完全没法和沈昭的那个玳瑁荷花鸳鸯八方盖盒相比。好了，铺时定在1个时辰之后，你们也别都拘在这儿了，都到院子里去逛逛吧。是。怎么，现在的崔家三少也成小辈了呀？现在你的辈分就是我的辈分，往后我的辈分就是你的辈分。那你是什么辈分啊？在家做上主，在外面你和我是同品级。什么同品级？你跟我妹一起购命了？差不多。你别打哑谜了，什么差不多？我救了岳亲王的命，他要封赏我，他问我要什么，我说我什么都不缺，于是他就进了宫，替我给阿昭请了个诰命。等我和阿昭成亲后，陛下会御赐3匹书人。阿昭，你以后就是诰命夫人了，可以领朝廷俸禄了。朝廷官员多，有诰命身份的命妇却少，就连母亲也是父亲立功后才得的诰命，刚成亲就被封赏，我还是本朝第一例。阿昭，终有一日，我会给你请封夫人，无论走到哪儿，我们共进退。
京城人人称赞的贵公子，眼里只有风花雪月，对人对事都极为冷淡。而这位策马山河、仗剑天下的少年将军，却懂得人情冷暖，重情重义。玉芝，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这天气不好，要不咱们别逛园子了，去书斋玩飞花令吧。你们玩吧，我要回房看书。少卿哥哥，我好不容易来府里一次，你就陪陪我嘛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应当建功立业，怎能终日伴你玩耍？那你近日为何没去翰林院，整日陪在你身后的女人身边？她就不妨碍你了？她和你不同。她和我不同，那沈昭呢？崔少卿，既然你不愿意陪我，那我指使你府里一个丫鬟总没问题吧？这里是崔府，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那我们去找大夫人评评理，到底是谁过分？好，我跟你去。三叔，大家都要去，一起去吧。好啊，能让阿昭看侄子的热闹，也是件趣事。来人，给公子和小姐们准备好上好的茶水，还有水果。怎么，如今主子是使唤不动你们了吗？他们没有对牌，无法领取所需的东西。他们估计还要争执一会儿，咱们先坐这儿休息一下。不过是小气片刻，不如给些银子打发厨房婆子备些吃食。主子们说话哪有你一个下人插嘴的份儿？说是就说是，叫许人干什么？他不过是一个下人，能懂什么？这世家大族的茶点搭配自有定数，伙房婆子能懂什么？你如此袒护他，他日后一定会让你丢大脸。哎，不就是来顺便喝个茶吗？怎么还能讲出这么多道理？待客之道可是一门大学问，能讲得多着呢。就比如说，刚果使人口渴，最适合搭配龙井解腻。这咸辣的糕点呢，虽然好吃，但是容易有异味，最适合配凤凰单葱。沈昭竟能把招待客人说得如此清楚明白，恐怕连常年跟着母亲身边的管家妹妹都做不到。阿昭，要是你今天来安排小聚，你会用什么样的茶点招待我们？我会准备把饱腹感强的核桃酥搭配龙井给哥哥，给你准备好消化的芋头糕搭配铁观音。只不过待客之道再多的讲究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你们吃得开心才最要紧。那我有口福了。不是要玩飞花令吗？怎么还不开始？眼下正好是开春，那咱们就以春字结诗，错的人就自罚一杯茶，如何？都没有异议的话，那就从我先开始。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。这桃花开得再美，也有人爱深红，也有人爱浅红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沈昭，你说是不是？谁说花无百日红，紫薇常放半年花，各花入各眼，不过花开再美也只有一季。我只盼着能百日红，千日好。他这是在挤兑我。春风吹落旧时花，花谢花飞又一年。阿昭，你是想说第二个花？是，我想把这诗送给李夫人，愿她独领风骚，花红满堂。回头我告诉姐姐，她必定会喜欢。有些人啊，总是自以为是。你说你们桃花红、梨花白、菜花黄的，我妹妹喜欢的可是花开常盛的紫薇，经得住风霜的才是最好的。知我者，大就歌也。少卿哥哥，陈安、阿昭，你们跟我去个地方，我给你们看个东西。阿昭，我找春梅还有点事，你们先去吧。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跟我走就知道了。三爷，太傅有急事找您，请您随我来。我把你送回沈府吧，
我再过来找你。不必了，崔府的事大，你还是先去忙正事，别让太傅等急了。这里又是花园，你怕什么？况且我哥哥肯定就在前庭里吃茶，谁还能吃了我？三爷，太傅患得急，你还是先跟我走吧。那我快去快回。阿昭，崔少卿是故意将崔浩支开的。阿昭，明明我才是你的未婚夫，你跟三叔那些亲密举动就是为了激怒我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崔少卿，我没有必要拿自己的后半生跟你开玩笑。你这个样子朝秦暮楚，既对不起你心心念念的秋娘，也对不起一心要嫁你的佟小慧。我与你没有半点关系，你立刻放手。阿昭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秋娘只是一个妾室，佟小慧举止粗鲁，娶妻当娶贤，我只想你做我的夫人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，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只不过是觉得秋娘与佟小慧都不如你意，所以你才来找我。你这个样子，说到底心里只有你自己。你觉得我三叔跟我有什么不同？世家子弟都是三妻四妾，你就能保证他一辈子都爱你吗？真的是父亲在叫我吗？当然。快说实话！三爷，是大少爷逼着小的引您离开。你就能保证他一辈子都爱你吗？你愿有阴晴圆缺，可是暗夜不染，清辉常在。三叔与你不同，他心中有广阔天地，你不过是萤火之灰，照人不亮，徒有其表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他处心积虑破坏我们的婚事，利用你父亲的职务连升两级，还搭上了乐亲王。这样的人，你觉得他真是那样与世无争吗？他凭借自身实力得到乐亲王与我父亲的认可，有何不同？我们定亲那么久，难道我父亲没有帮衬过你吗？为何他人能扶摇直上，你却不行？崔少卿，凡事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崔少卿，往后君卧高台，我栖春山，你我还是各自安好吧。相识10年，我们最终竟走到了这步，路过不见，相逢不识，君卧高台，轻栖春山。你不是去见太傅了吗？跟父亲嘱咐几句就回来了。一路赶来累了吧？过来喝茶。你这是在釉画吗？本来想画一个花瓶的，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？我想要一个漂亮的花瓶，正好入秋插山茶花会很漂亮。你怎么连烧瓷都懂啊？我本身就是怀揣泥土的人，遇到你之后，泥土就有了瓷的模样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北疆养了一屋子的美景，才练就了这副好口才？阿昭，你想多了。行军打仗，只有将军才能携带家眷。我去年才任职毕将军，何况北疆战乱频繁，这种颠簸之苦，一般人都受不了。正是因为了解战争的残酷，所以你才主张练兵，增设兵备道。只有经历过鏖战，才能知道战争的残酷和前线将士的不易。既然我这次回来了，我想为他们多做点事。父亲曾说，只有了解一个人的过去，才能读懂他的现在。你也可以期待他的将来。你这些好听话都是哪里学来的？可能是遇到对的人了吧，就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他。说多了呢，就自然会有你喜欢的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少说就好了。别，嘴有多甜，命就有多好。咱们崔三爷命好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运气都在后面呢。真好，现在眼前人是心上人，以后心上人是枕边人。这皇后娘娘给各府的夫人小姐都发了帖子，说后天举办布施宴，为受灾的州府筹集善款。在布施宴上表现优异者将获得端门之女的称号。这不明摆着讲吗？咱们家阿昭明年就要出嫁，获得端门之女的称号，也算是锦上添花。娘，陛下已经赐婚，再多的称号对我都没有意义，咱们没必要去争。你这个傻孩子，这端门之女就是皇家给的护身符，走到哪儿都体面。
娘猜呀，这崔大夫人肯定会为崔玉莹力争，这镇国公府吧，也会替童小慧争取，别到时候就你没有。娘说的对啊，别人有的我们都得有，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得想办法弄呢。这样，夫人，你去库房看看，有没有祖上传下来的珠宝首饰，能捐的咱们全都捐了。这晚就说府中没有银子，都是靠祖产过活，免得陛下惦记。好。我不过是个七品穷汉，沈昭向来心高气傲，贪图权势，选择官位更高的三叔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我又何必念念不忘？陛下驾到！陛下万岁万安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万福金安！吴爱卿，平身，落座吧。娘，丽贵妃状态不佳，铺了厚厚的胭脂，眼底好像拥有淤青。静观其变吧。朱爱卿，近日各地降雨频繁，各个州府受灾严重，如今国库紧张，还望诸位能多贡献力量，为受灾的州府筹款。今日宴请，所有的夫人和小姐都可以参加仪式，大家用金银财物下注，第一名荣获端门之女的称号，所获财物都将纳入国库，充当赈灾银。都说巾帼不让须眉，哪位夫人和小姐愿意出来先比试呢？陛下，臣女愿意一试。陛下，小慧最是乖巧懂事，对您更是言听计从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您开口，她呀，必能全力支持。贵妃说的没错，你入宫5年，我也是看着她从一个小丫头到今天亭亭玉立的样子，确实是最听话的。陛下，既然是比试，臣女觉得一个人总有点提不起精气神儿。臣女想从闺秀中选择一位，和臣女对弹一曲。你这个提议不错，你想请谁？陛下，臣女选沈昭。阿昭别怕，有娘在，你若是不想和他比，娘替你说。我这辈子还是躲不开童小慧的纠缠。都说沈千金是闺门典范，不会连琴都不会弹吧？陛下，臣女觉得，既然宪君已经提出了抚琴，若臣女再次抚琴的话，岂不是完全没有新意？那依你之见，什么是有新意？臣女想为陛下和皇后娘娘献上一幅泼墨山水图，琴声悠扬，笔墨天香，岂不是别有一番意境？陛下，要是两人配合，一人泼墨，利用泼墨的形象绘画，应该会有挑战性。我想跟沈小姐一同绘画。陛下，这泼墨山水画听起来就是有趣，再加个人进来，更加能考验沈小姐的画工。您觉得呢？陛下，小姐们比试才艺，让男子加入，怕是不好吧？真金不怕火炼。沈昭若是真有才能，那就不怕被人为难，真准了。烟雨江山景致，云烟变幻，着实是渲染入微。笔墨豪放，气势磅礴，确实是佳作。以前沈昭经常来咱们府里，也没听说过他会这种画法呀。还是他心机深沉，特意留了一手，就是想让所有人都吃惊。不过就是取巧嘛。
日后啊，你若好好练习，未必比他差。自我几年前嘲笑沈昭画工不好，不让他拿画作烦我之后，沈昭就真的再也没有提过画画的事。江山画卷展徐徐，步步惊心探俊卢。万壑雄奇飞翠羽，千波浩渺引渊鱼。笔墨功能名四海，名垂千古在心域。九天昌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好，好，好。沈小姐这字画配得极妙，陛下谦恭伟业，功在当朝，造福万世，真是千古一遇，万世难出的贤君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季世良，快起来！陛下，臣妾不好难忍，是保不住这个孩子。快传贵妃回殿，快传太医！来人，宣太医！陛下，宴席怎么办？皇后主持就好，朕先去探望丽贵妃。贵妃身体抱恙，本宫也万分焦急，但眼下栽地募捐更为重要，我们还是继续进行。就算没有公母在，这一局我也赢定了。沈小姐的泼墨山水技艺高超，令本宫眼前一亮。小惠县君的琴艺也十分出色，真是辛苦你们二人了。皇后娘娘竟然将沈昭放在首位，我昨天的精心准备全白费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才艺比试到此结束，大家可以开始捐赠了。鱼之这一大把，该不会有几千两吧？你不怕回去还加罚？这是我打胜仗陛下赐我的，又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银子，全当给阿昭添妆了。哼，不过只是赢了个比试，有什么可厉害的？投机取巧罢。你娘，闲话人人都会说，毕竟活在别人眼中，死在别人嘴里。我当是谁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原来是沈小姐。不过就是得了皇后娘娘几句夸奖，用不着在这里趾高气扬。娘，等沈昭嫁到崔家，母亲是崔家宗妇，又是长嫂，早晚有收拾她的时候。马上就要嫁人了，还是收敛点好。大嫂，你说谁要快嫁人了？女子早晚就是要嫁人的，我没特指谁。既然还没嫁人，那就在家从父，你还没有资格跟我争。那出嫁以后呢？自古男儿皆薄情，年少耳鬓厮磨的时候，哪个都是情深意重。日子过久了，便会弃之如敝履。你看自己跟旁人有什么不同吗？路都是自己走的，愚者苛责别人，智者修炼自己，怨不得别人。你要是过得不如意呢，那就静下心来，好好审视现状，总比自怨自艾强。我们走吧。启禀娘娘，募捐金额已经统计完毕，金银器具也折算成银两，这是清单，请娘娘过目。这么短的时间就筹集到快50万两银，甚好，甚好。石方，公布压轴排名吧。第一名是吏部尚书之女沈昭。沈小姐德才兼备，确实能当此殊荣。来人，赐沈昭
端门之女。多谢皇后娘娘。本宫替灾民们感激各位的倾囊相助。天色也不早了，都回吧。是。刚才我一直提心吊胆，可算是有惊无险。少卿哥哥，娘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，我还有恩怨需要解决一下。好，我们谈谈。如今胜负已分，你用不着特意到我面前炫耀。从前你对我有敌意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我现在毫无瓜葛，你为何还要处处针对我？那是因为沈昭无论容貌还是才情，几乎样样都比我出色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童小慧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聪明人。虽然我们做不成朋友，但也绝不是敌人。日后你上有公婆，下有小姑子，崔少卿又有红颜知己，你大可不必将心思放在我身上。沈昭，你说的倒是好听，可我就是讨厌你。上次在崔府，你趁着四下无人和少卿哥哥拉拉扯扯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就更应该清楚，是崔少卿对我拉拉扯扯。他从前对我不屑一顾，如今却装作一副情深似海的样子。你可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崔少卿这个人是一个不懂珍惜的人，他总是得陇望蜀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。明明手中握有宝藏，却满地寻找碎尸。你说是不是？不管如何，都给我离少卿哥哥远一点。你放心，他在你眼里是宝，我却巴不得离他10丈远，见一面我就觉得晦气。我只希望我们日后各走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世昭，我问你，少卿哥哥真的喜欢秋娘吗？有些人山珍海味吃腻了，就想吃些粗茶淡饭，谁知道呢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？今日陛下带领百官去祈福，刚走出皇宫，紫禁城东华门便坍塌了40余丈。陛下当场大发雷霆，说到底还是国库空虚啊！这场天灾怕是难过了。爹，我也听说了，百姓种的庄稼大部分都绝收了。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在府里多备一些粮食？一来府里有保障，二来也可以施粥赈济灾民，也算是未雨绸缪嘛。女儿说的对，咱们确实需要再准备一些粮食。那就有劳夫人多买些粮食，少买些精米，多买些糙米，另外再买些大麦、矿麦和糯米。老爷、夫人，程义伯府送来的帖子，请您过目。程义伯要嫁女儿，夫人，你备一份礼金，带上阿昭一同去吧。好。严兰蕊，你每次都上赶着巴结沈昭，小心热脸贴冷屁股，自讨没趣。你的嘴是不是被铁水浇过？刚进来就阴阳怪气的说话，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兰蕊，可千万要小心，有些人舌头长的都能当鞭子使，可万万别被伤到了。沈昭，要是三叔知道你现在这副牙尖嘴利的样子，定然不会娶你。啊，你是不是早上没刷牙呀？怎么张嘴就熏人呀？三叔会不会娶我与你们大房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与其关心我，倒不如关心关心自己，什么时候嫁出去？他今天是吃炮仗了吗？怎么心情这么不好？你不知道，上个月崔家出了点小事，现在大房都快闹翻天了。什么事情啊？上个月崔玉莹和秋娘起了争执，他推了秋娘一把，竟导致秋娘小产了。为了让秋娘高兴，崔少卿今日特意带秋娘出来散心，现在应该在外面随行的丫鬟席上歇着。应当是外面新郎官来了，走，我们出去凑凑热闹。提到崔家这么近，
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若不是本王派人帮你解决了卖油郎，你还能有今天？本王不养无用之人。崔府戒备森严，求大皇子再给我一些时间。再给你1个月时间，若还是不能成事，就别怪本王不客气。待到少卿成婚，崔府必然会有所松懈。只是少卿对沈昭仍旧念念不忘，不如我们先解决了沈昭，绝了崔少卿的心思。哦，你想怎么解决他？沈昭父兄都是朝廷重臣，奴婢斗胆，请大皇子将沈昭收入房中，届时不仅能断了少卿的心思，大房子还能得2员大将。好，只要你把这件事办成，本王重重有赏。谢大皇子。哇！走，看那个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玉莹到后院崴了脚，你们随我去看看吧。崔玉莹受伤，你不去找崔家人，来找我们干什么？啊，玉莹与家中有龌龊，她之前与2位小姐交好，想着重修旧好，这才借此机会来找你们来了。好啊，去看看吧。走。玉莹呢？刚才还在这儿。刚才坐在里面的小姐去哪儿了？那位小姐说院子门口风大，先回客房休息。她担心家人找不到她，特意吩咐奴婢在此等候。几位小姐，请随我来吧。啊，那我就先不去了，我怕崔小姐见了我生气。再说少卿见不着我，该着急了。唉，只有崔少卿那种没脑子的男人才会被他勾得神魂颠倒。我们刚刚一路走来，少说也有100米有余。崔玉莹脚受伤了，她是如何自己走过来的？辉小姐是奴婢扶那位小姐走过来的。2位小姐，里面请。这屋子不透气，我讨厌。他们2人衣衫不整，若是大皇子第一个赶来，看了他们的身子，他们便只能委身于大皇子。不好了，伯爷，后院走水了！什么？各家小姐是不是在后院歇息？快，人命关天，咱们赶紧过去看看。金大皇子，不能去啊！我是危险，快去看看了。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人呢？下人明明看到他们进屋，难不成还能飞天遁地不成？厢房里只有这个故意纵火丫鬟，我看殿下应该是找她吧。翠浩，你明明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如何得知这个丫鬟纵火？难不成这火是你放的？这是和崔大人没有半分的关系，是我2人发现这丫头行迹鬼祟，才特意通知禁卫抓人。既然这样，那便通知刑部，让刑部问审好。不行，这丫鬟谋害重臣千金，必须交由慎刑司审讯。此事我已禀报过皇上。程义博还要修缮府邸，本王便不再过多打扰，先告辞。各位，今日是我招待不周，还请多多包涵。什么事儿这的？走吧。是秋娘以崔玉莹受伤为借口，引我们到客房的。大皇子赶在所有人之前进入客房，若不是我们早有防备，只怕早已中了大皇子的诡计，只能委身于他了。秦家纵火案，凶手一直没有找到，或许正是因为背后有大皇子助力。今天大皇子明摆着是冲你来的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若有危险，切记万事。你也要小心，
大皇子拉拢岳亲王不成，日后定会将矛头对准崔家。不必忧心，我与崔家都能应对。走，我送你回府。娘，阿昭，这么着急做什么？疯狗咬你屁股啦？确实有疯狗，但咬的不是我。这宫里传出圣旨，任命大皇子为镇斋总使，安顿灾民；任命阿昭和崔玉莹为监察女使，协助治灾放粮。据说是丽贵妃和大皇子的提议。他们一肚子坏水，指不定憋什么坏呢。哥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他们就算再手眼通天，也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害我吧？阿昭说的对。等你爹回来啊，我再与他细细盘算，绝不能让阿昭陷入危险。好饿。这个地方乱洋洋的，一点秩序都没有。想统一管理，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。阿昭，你待会儿定要小心些啊。沈昭，既然知道自己能力不行，还不如早早向陛下坦白无能，尽快卸任，以免丢人现眼。帕子都捂不住你的臭嘴，张嘴就是臭不可。阿昭，你千万别管他们，都是蝙蝠身上插鸡毛，算不上什么好鸟。诸位，叶亲王命我等负责城外巡防，这些日子叨扰几位夫人小姐。大皇子在城头讲话，诸位随我来吧。走吧。那民怎么还没过来？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不行就给本殿都滚蛋！殿下，他们一听说要以工代粮，所有人都不愿意来干活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看就是这些日子好吃好喝把他们惯的。既然都不愿意劳作，还不把人都给本殿赶过来？难不成让本殿下在这干等着吗？走，我走活去。殿下，不如让几位姑娘试试，她们也是陛下钦派的女官，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沈昭，你过来！沈昭，你给本殿速速过来，莫要耽误时间。我陪你一起过去。马车后面有100口新锅，你让人熬上稀米，再将车里的馒头也拿过来，我自有办法。这里哭天抢地的，他们连大皇子的话都不听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崔大公子，男女有别，请你有多远滚多远。哼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妹妹不需要你帮忙，好狗不挡道，走开。哥，他一下马好先当驴肝肺，不识好歹，你别管他了。有人想找死，和我们无关，你们和我回马车。让你过来是解决问题的，你倒是说话。殿下，您身份尊贵，声音洪亮，他们都胆敢不听。臣女人微言轻，说话自然是无用的。那你上来做什么？在这看热闹吗？殿下，臣女在等。你能不能别卖关子？到底在等什么？请殿下给臣女1炷香时间，殿下自然会知道答案。周啊，快快快！哎呀，有饭，是的，这有饭啊！诸位，哎呦，大皇子此次前来带了5万担粮食，后续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赈灾粮送过来，所以只要大家参与劳作，每天就可以领取后粥和馒头。粥还有馒头，那我们就能吃饱了呀！是啊，而且就算是老人和孩子不能参与劳作也不要紧，可以帮火头军做饭，拾取柴火。总之，只要是配合朝廷赈灾，大皇子一定不会让大家饿着的。我要参与赈灾！我要参与赈灾！我也要！我也要参与！我也参与！不过就是给点粥和馒头，怎么就说服难民了？之前朝廷不也在施粥吗？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沈昭，让他如此耀眼？
我记得东宫洗马是从5品啊，短短3年就能连升2级，已经很厉害了。你和我呀，有父亲做靠山，才刚做到5品。夫人，大事不好，老爷把大小姐的婚事定下来了。我不在府里，他怎敢独自做决定？父亲定的是哪家？是大少爷的同科进士，名叫李延吉。这李延吉家境如何？听说出身贫寒，现任洗马监修撰。大嫂，我都听到你们在说什么了。李延吉这人我听说过，虽然出身贫寒，但极为上进。殿试后被点到翰林院做编修，现在已是东宫官属，在宫中口碑极好。好什么好？不过是个没家世、没背景的穷翰林，有什么前途？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他不过是个没有前途的穷酸士，如何配得上我？他除了扛官试剑，他还能做什么？好，你们都不管不顾。玉莹啊，等娘回府再好好打听打听，你爹总不会害你的。哥，你一向对我的亲事不管不问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知道秋娘为何一直缠绵病榻？住嘴，不许说！娘，你们都一个个都有自己的算盘，都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却不顾我的死活，我又何必替你们保守秘密？娘，你让他说。咱们的好娘亲每日给秋娘喝乌头，让她头昏脑胀下不了地。哥，你对我不管不顾，殊不知自己也被全家人算计。哼，这算什么一家人？还不如跟秋娘一样没爹没娘才好呢。玉莹，快把他追回来！是，千万别让他出事，快去呀！娘，玉莹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让你们放的东西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好？咱们宋禁军2个人，一个重病缠身，一个被关在屋子里，此事为时有些难办。废话，要是好办，本王还会交给你们吗？赶紧给本王想办法！殿下，前面似乎有啜泣声。什么人？臣女崔玉莹见过殿下。你们不是准备回府吗？怎么躲在这儿哭？你别哭了，到底是什么事？本王给你做主。臣女的父亲要将我嫁给寒门子弟，臣女实在不愿意，却又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。你若是不想低嫁，本王倒是可以给你想个办法。夫人，大少爷，各处都搜遍了，没有小姐的踪影。三叔，这里都是你的兵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玉莹啊！我只负责城外巡防，我可没有一兵一卒。大嫂，你可别乱说。我倒是感觉你们刚才为一个妾室争论不休，连自己女儿都不管。我觉得玉莹在你们眼里一点都不珍贵。崔大夫人，你先别急，我已经让随行的丫鬟跟着一起去找人了。崔副使，陈叔说他见过崔小姐。上前细说。大人，小的回来时看到大皇子和崔小姐说了几句话，就把她带走了。看方向，好像是回了营帐。你们跟我走。下官崔浩求见皇子殿下。下官崔浩求见皇子殿下。哦，崔浩，本殿刚刚在河边救了个失足落水的姑娘，骗你过来搅本王好事。说吧，你找本王什么事啊？营区周边恐有细作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请殿下让臣辨认一下您救的姑娘。不过是个身娇体软的姑娘，能是什么细作？不过崔副使也是为了本殿着想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便出来吧。玉莹，哦，你们认识啊？这是本殿的女人，
还轮不到你动手。适才哥哥与母亲争吵，玉因心情烦闷，便到河边散心，不慎失足落水。是大皇子殿下救了臣女，臣女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哦，你是太傅的孙女？哎呀，快起来！早知你是太傅的孙女，本殿下说什么都得以侧妃之礼迎娶你。要不，崔家说本殿挟恩图报，可怎么办？臣女无以为报，救命之恩大于天。臣女的家人们绝不会这样想的。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殿下还请让下官带走侄女。崔副使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放心，本殿下这就进宫禀告父皇和母妃，定会给崔小姐一个侧妃名分。臣女谢殿下怜爱。爹，夫人，崔家送来请柬，崔少卿和童小慧的婚期提前了。夫君，你可知为何？碾子向房屋坍塌，锦衣卫奉命彻查，发现是前镇国公府火烧秋娘家引发的祸端，且丽贵妃的小产是故意设计，本是想嫁祸给皇后，陛下因此震怒，撤了镇国公的公爵，还将丽贵妃变为了嫔位。崔家仁厚重诺，还愿意娶童小慧，不过要将婚期提前。这崔家还真是多事之秋。好在阿昭与玉芝的婚事还要过段时日，先去了崔少卿的婚礼再说吧。是。幸亏现在是太傅当家，如果交给崔少卿的父亲，这场婚事非得成为全城的笑话。别人都在观摩婚礼仪式，你瞅瞅他俩，阿昭也不知道在那嘀咕什么。我小时候淘气，就喜欢爬树。有一次，父亲揪着我背书，我实在是厌烦，就偷偷爬到了树上去。结果父亲把整个府都翻了个底朝天，愣是没找到我。真没看出来，我们能文能武的崔副使小时候竟如此淘气。到底是哪本圣贤书让你这般头疼，都得逃之夭夭？过秦论。过秦论确实难背，汉书文选又都有这一篇，想要熟记于心着实不易。我哥哥当初为了背它，挨了爹2顿狠揍，戒尺都生生打断了2根。那你会背吗？秦孝公据崤函之故，拥幽州之地。这是多不喜欢我，才能连成亲都不愿挂着孝礼。赵元郎文采斐然，何不作诗下轿啊？是啊，作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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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作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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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啊，作诗一首啊，赵元郎。花堂小轿落门台，遮掩春山至上才。若到团圆似明月，此中须放莲花开。哎呀，好诗好诗，状元郎果然好，果然是。哎呦，状元郎果然大才，是这样。这诗做得太过敷衍了事，一看你没有真情实意。如果换你写我，你会写什么？我要写不写风花，不写雪月，只写春来暖，花满园。陌上清风迷人眼，与你共饮岁月风醇酒，杯杯都是人间情。原来喜欢一个人是春风送暖，岁月与共。我已经开始期盼和崔浩往后的年年岁岁，朝朝暮暮。那你呢？什么？哦，若是你写我，你会写什么？一屋何两人，三餐烟火暖。愿可共繁华，四季皆安然。人生很短，不过朝暮与春秋。我所求是温暖与陪伴，我想与你四季安然。你在我心上，我在你身旁，往后余生，愿我们不负相遇。
沈昭，10年相伴，怎能说断就断？我那么多次卑微求和，换来的却是你的狠心移情。你是铁石心肠吗？新郎官，你倒是走啊！快走啊，新郎官！少卿哥哥，你不必担心我跟不上，我能跟上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本以为抓住崔少卿就能飞上枝头，哪想这枝头长满了倒刺，竟将我扎得体无完肤。好在大皇子已有计划，崔家少夫人的位置我得不到，便毁了所有人。崔大少爷闹起来了，我们快去看看。走。啊，我们也去看看。走。你父亲和姐姐跋扈，所以才落得这么个丢职被贬的下场。以后你最好是少出去，免得丢人现眼。都说崔家是钟鸣鼎食之家，汉末诗书之祖，培养的嫡长孙却3年不得重用，只会欺压良善女子，抬娶无知妇人，成为街头巷尾的笑谈，果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我没做，我不可能做。你没事吧？夫人怎么可以如此欺少卿呢？我分居休息吧。来，彭小慧，你故意的！哼，这就是爱你哭，爱你笑，爱你矫情，爱你无理取闹。这个秦秋娘啊，怎么就在万千人海中看上了这么个金芒眼瞎的崔少卿呢？我们明明走得好好的，你眼瞎吗？非要往秋娘身上撞？崔少卿，我看瞎了眼的人是你吧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撞的？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我撞了他又如何？她不过是个丫鬟，难道她见了我不用行礼吗？女子都以夫为天，你这样对你夫君说话，今晚的洞房花烛夜，你想独守空房吗？崔少卿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我一天不圆房，我没有孩子，你就没有嫡子，你就不能名正言顺的继承家产。我根本就不怕你宠妾灭妻，你最好一直能这样。少卿，都是我不好，走路莽莽撞撞冲撞了夫人，我向您道歉，夫人对不起。你别在我面前耍心机，你不配。少卿，少卿，什么玩意儿？还想跟我耍心机，简直痴人说梦。童小慧，咱们谈谈吧。你可还好？自从童家失势以来，看尽世人冷脸，才知道离了权势之后，我便什么都不是。崔少卿刚遇秋娘山盟海誓时，我也曾失落过一段时间，成了全城的笑话。可后来才明白，当你不在意时，任何闲言碎语都伤害不了你。童小慧，你是聪明人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在这之前，我想先问你，若让你在童家与崔家之间做选择，你会如何选择？童家已然将我放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以后的每个选择都为了我自己，所以我不选崔家，更不会选童家。
我只想好好过完此生。你这样想不错，可如今你想在大房过稳安生日子，也并非易事。你想说什么？当初秋娘全家葬身火海，唯独她一人逃生，之后却迟迟找不到凶手。再一次，程一伯府婚宴，她引路，险些毁了我与兰蕊的清白，你应该有所耳闻。此人浑身透着谜团，若不查清楚，日后必成祸患。若是累及崔少卿，你定不能躲好。日后你执掌大权，不如趁机跟他调查清楚，查清楚此人的底细。只要消除这个隐患，崔少卿又不是个主意大的，一定能过上你想过的安生日子。好，此事我同你合作。玉之重亲情，他与大老爷兄弟情深，况且父母在，不分家，他有他的志向。我不想后债之事分他太多精力，所以你有任何需求，尽管与我合作。好。阿昭，如今秋高气爽，明日我去神府接你去踏秋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我常听人说，7月枣，8月梨，9月的柿子红了皮。如今看着这柿子挂满枝头，果真应了范大家那句“村岸桑枝合，林红柿子繁”。哎，我帮你。虽然柿子甜美，但不能直接摘下来食用，须得脱色才行。这里的柿子地处偏僻，无人采摘，实在是可惜。不如我们找人将它都摘下来，送到营区给百姓们尝尝鲜。还是阿昭心思细腻聪明，我自愧不如。我立马就安排精卫的人过来，把这些柿子尽快运往营区。只要熬过这个冬天，就一定会诸事大吉的。哎，要是柿子加海棠，那就更吉利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来，5个柿子加海棠，叫5世同堂，祝我们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。5世同堂，他也真敢想。阿昭，秋随冬喜，日日如常，事事如意，岁岁安康。行己所爱，爱己所行，朝暮相伴，携手白头。心里有事啊？我只是突然想起来，兰蕊上次来神府，与我说起玉莹被王妃折磨得不成样子，我便暗中找人打探，才知道她已经是被人关起来了，人倒是胖了不少。可是随后就传出王妃姚氏有孕的消息。你的意思是，玉莹有孕，王妃借腹生子？此事定然瞒不过皇后娘娘，一定要小心应对。是应该小心，混淆皇室血脉那可是重罪。崔家的把柄不能放在大皇子手中。过几日就是重阳节，我会想办法跟玉莹见个面，说一下这个事情。可是那天陛下要带领文武百官和皇室宗亲祭拜先皇陵墓，祭祀三皇，你要领兵维护祭祀安全，我作为女眷见玉莹更容易些。那就麻烦阿昭了。祭礼祭臣，钟鼓齐鸣，皇帝跪拜，皇恩浩盈，千秋万载，帝业长新。你腹中胎儿几个月了？你怎么知晓此事？让我猜猜，这次祭祀大皇子是如何跟你说的？他是不是告诉你，你怀孕不满3个月，万不能让任何人知晓，免得动了胎气？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过了？家中长辈好心相劝，你冥顽不灵，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信口胡诌，你倒是深信不疑啊！你少在那儿惺惺作态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分明是看我落魄，你暗自高兴，故意拿话挤兑我，就是想看我在祭祀的时候出丑。看你过得不好呢，我确实挺高兴的。不过若你连累了崔家，我也要受到牵连。所以我是好心告诉你，
之前大皇子进宫来报，说王妃姚氏怀孕了2个月。王妃怀孕了？我怎么不知道此事？是啊，你怀孕2月无人知晓，王妃怀孕却众人皆知。大皇子如今最缺一个嫡福晋，你觉得到底是谁怀的孕？我处心积虑争取，本想着后半生有个依仗，不曾想是奸夫生子。玉莹，你怎么了？哎，玉莹！石凤，速去查看怎么回事。是。大胆！何人在此喧哗？不知道陛下在祭祀吗？石公公，大皇子侧妃刚刚不知道为何突然晕厥，麻烦您请太医瞧一瞧吧。这咱家也做不了主啊，还得请着陛下。石公公，眼下人命关天，吴盼院不是也在场吗？你让他过来看看吧。言之有理，咱家这就去请。吴院判啊，吴院判，我孙女怎么会突然晕倒啊？哎呀，这仔细一查，崔侧妃这是蛤蟆呀！吴院判果然医术高明啊！恭喜大皇子，贺喜大皇子，崔侧妃有孕了。陛下，祭祀刚结束，崔侧妃就被查出有孕，这是天降吉兆啊！说得好，此子来的正是时候，定是祖先显灵，降下了祥瑞之兆啊！大皇子，崔侧妃有孕，为何你看上去不太高兴啊？皇后娘娘真会说笑，侧妃有孕，我自然是高兴，只是今天是祭祀，怎好耽误陛下和诸位大臣的时间？陛下，臣刚刚收到一封密报，请陛下过目。崔太傅，朕刚接到密报，说崔家勾结昭武将军，意图起兵造反，可有此事？陛下明鉴，崔家随太祖打天下，辅佐了5代圣君，绝不可能生出忤逆谋反之罪，请陛下明鉴。王妃迟迟不孕，本皇子本想将崔玉莹去母留子，谁知道竟当场看出。好在接下来的计划会如期执行，大不了就舍弃崔玉莹母子2人，先除了崔家再说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冤枉，那朕就搜查崔府，传旨下去，立刻叫锦衣卫查抄崔府。哼！清者自清，您不必担心。是啊，准备了这么久，也该拔出陛下心中的钉子了。娘，莫要慌张，崔家想必早有应对之策，咱们暂且耐心等待便是。启禀陛下，臣等在崔少卿的书房内搜到崔太傅与边守将军往来书信和呈房图，请陛下过目。陛下，这不是臣的东西，臣一点都不知情。你动动嘴巴就说毫不知情，若说话有用的话，这还养锦衣卫做什么？来人，将崔太傅和崔后带上来，朕要亲自问他们。祖父、三叔，锦衣卫在我书房里搜出了祖父和昭武将军的往来书信和呈房图，说我们谋逆造反。我只会读圣贤书，哪里会造反？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，你们一定要向陛下解释清楚啊！若要解释，也该由你来解释。东西是从你的房间里搜出来的，难道这些东西自己长了腿跑到你的房间里不成？陛下，书信里写道祖父和昭武将军有勾结，那自然与祖父逃不了干系啊！陛下，东西是从少卿的房间里搜到的，却不代表是崔少卿放的。我今日进宫祭祀，府内只有女眷，还恳请陛下把童小慧宣进殿来。她只是一个妇人，
孙淑轩他进殿干嘛？你连自己的家门都看不住，怎敢责怪他人无用？来人，宣童小慧进殿吧。臣妇参见陛下。童小慧，我来问你，在崔少卿的房间中搜出谋逆之物，你可知罪魁祸首是谁啊？臣妇确实知道罪魁祸首到底是谁。欺君之罪可是死罪，别乱说。崔少卿，你不让我说话是什么意思？陛下问话不答，视为抗旨，你是想让我抗旨不成？崔少卿，你给我住嘴！陛下，崔少卿有一爱妾，名唤秋娘。崔少卿平时从不允许有人进入他的书房，但今日上午有下人禀报，秋娘独自进入书房，所以臣妾已经将秋娘拿下，随时可以当堂对质。胡说！你就是嫉妒秋娘得宠，所以在陛下面前陷害于她。你这个毒妇！闭嘴！朕在此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来人，把秋娘给我带上来。少卿，真的不是我，你快救救我！陛下，秋娘只是一个妇人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怎敢做出如此忤逆之事？请陛下明鉴。臣妇在得知秋娘独自进入书房之后，便派丫鬟仔细搜查，没想到竟然在房中搜出了带有书信和城防图的盒子。臣妇原本是想等到太傅回来之后再行禀报，却没想到此时锦衣卫进府搜家，无奈之下，臣妇只好将秋娘和2个丫鬟带来此处，等候陛下发落，为崔家沉冤。陛下，那2个丫鬟都是他的心腹，如何作数？这妇人素来善妒，容不得他人。陛下，你可不能轻信他的一派胡言呐！崔太傅，崔少卿如此说，你如何自证清白？陛下，据臣查证，秋娘与内院的方婆子和外门的小厮来往密切，多次通过他们将内院的秘密送出。臣怀疑有人故意陷害崔家，所以将他安排在崔府。陛下，秦家失火当日，我也在现场。我发现门外的柱子上都有火油的痕迹，是有人故意放火。我为了查清真相，找到了卖油郎，但他死在家中。秋娘一介女流，家中贫寒，却能买油纵火行凶杀人，毁尸灭迹。我确定秋娘背后肯定有人指使，还恳请陛下查清真相，给崔家一个清白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会知道？这不可能！秋娘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他们都在撒谎骗我。你没有做过这些事吧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们全都在骗我，这不可能，这都是假的。你们慢慢吃。为了和秋娘在一起，我与家中长辈反目，抛弃我10年的未婚妻，试图一事无成，终日沉浸在情爱之中，结果全都是错的，是错的。秋娘背后之人是谁？是你们打算自己承认，还是让朕自己查个水落石出？父皇明鉴，儿臣是曾与秋娘有过联系，但近1个多月，儿臣一直在面壁思过，从未与她联系。儿臣敢保证，今日之事跟儿臣没有关系。
你还在狡辩？好，来人，把秋娘送到慎刑司，朕今晚就要知道结果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陛下饶命！陛下，陛下！阿昭，想当初那崔少卿总是对你挑刺，如今他自食恶果，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，以解咱们心头之恨。啊！阿昭，都是秋娘心思歹毒，从中作梗离间你我二人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们重新开始，可好？崔少卿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认识秋娘几日，便将我弃了，但知道她的算计又回来找我。难道天下女子都要围着你转吗？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，到底是哪里的茅厕没有关好，让你爬出来了？阿昭，不是这样的，当初他定是在面汤里下了药，否则我怎么可能像丢了魂似的？后来我意识到错误，但是你执意要嫁给三叔，我脸皮又薄，不好意思求你回来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崔少卿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？不过半年时间，秋娘竟然折去了他所有的傲骨。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你不是不好意思认错，你是觉得自己离了谁都行。崔少卿，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。有病就去治吧，别在这说违心的话。你还真是不要脸，不管遇到任何事，都能将责任推卸到旁人身上，却从不肯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。我的脾气呢，是随人而定，你什么货色，我就什么脸色。你看你，就是不知道惜福。你已然与童小慧结为夫妻，怎么，陈世美没有当够，又要来一次抛妻弃子的戏吗？诸位这是都来棒打落水狗吗？我是你夫君，你怎敢诋毁我？殿前对峙之时，你怎么不说是我夫君？你我夫妻二人荣辱与共，陛下问你东西呢，你说不是秋娘放的，不是秋娘放的，难道是你是我是祖父放的吗？胡言乱语，到底置崔家于何地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并非我本意，只不过是不想认错，不想承认错看秋娘引狼入室。崔家不能出现错误。崔少卿，你自私、凉薄又可恶。你有口无德，屡屡顶撞我。若是贤惠，我怎会被他人骗？我有口无德，明明是你有眼无珠。崔少卿，秋娘死了。什么？秋娘死了？怎么可能？不仅如此，祖父还将你逐出了家门。这不可能！我是长房嫡孙，祖父不可能逐我出家谱。少卿，世家子弟以家族为重，当初警告过你，秋娘来历不明，不要纳她为妾，你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，逐出家门。三叔，侄儿糊涂，被妖女迷心了，侄儿已经醒悟了。父亲一言九鼎，你是知道的，决定改变不了。父亲会给你钱，给你买房，明日给我搬出去。小慧有孕，府里待产。小慧，你是我夫人，你怎可留我一人？我既已嫁入崔家，应该听长辈安排，你管不住我。你照顾好胎儿，父母会替你做主。是。秋娘不是被带到慎刑司了吗？怎会出事？被押送的途中，被锦衣卫的内奸刺死了。陛下要求彻查下去。
是大皇子吗？事关重大，皇上应当会彻查下去。京中官员大洗牌，大皇子势力被铲除，崔家总算可以安心了。我也可以放心娶你了。那我等你。今天是阿昭出阁的日子，伯母，你和阿昭可不能哭，要打扮漂漂亮亮的，让全城的闺女都眼红去吧。好。阿昭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天妆礼，你快看看，喜不喜欢？我很喜欢。帝室迎亲的队伍来了，我出去看看。新郎今天想要迎娶娇妻可不容易，可要答对我们几道题啊！来，什么水没有鱼？什么火它没有烟？什么树它没有叶？什么花它没有枝？你这哪是一道题啊，分明是4道题啊！是。哎，新郎答不了迎门题，可就抱不了美人回家了。这题简单，答案多。井水没有鱼，萤火没有烟，枯树没有叶，雪花没有枝。二姐泪水、肝火、玉树、心花，可否满意？哎呦，厉害啊！那就请新郎，请听第2题，请新郎做一首带有新娘名字的诗。好，沈家有女初长成，娴静娇美花照水，行动翩然柳扶风，众里嫣然通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。愿与朝朝日月明，共享人间好时节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！一书书到头，富贵不用愁；二书书到头，无病又无忧；三书书到头，多子又多福；再书书到尾，举案共齐眉；二书书到尾，比翼共双飞；三书书到尾，永结同心配。阿昭今日出阁，与姑爷喜结良缘，是幸事。阿昭自幼就乖巧懂事，现在又觅得佳婿，父母盼你长笑颜，与夫君百年好合，万事顺意。父系生我，母系居我，扶我触我，长我养我，一世恩德，阿昭无以为报。愿二老身体康健，福泽绵长。愿大哥一家平安喜乐，子孙满堂。昭昭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可不许哭鼻子。崔家又不远，一炷香的功夫就到了。日后年节，带着玉芝常回家看看。他若不让你回来，哥哥打断他的腿。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想打断人家的腿呢？小婿有3谢：一谢岳父岳母养育之恩，让我遇到了阿昭；二谢岳父岳母把阿昭托付于我；三谢我与阿昭百年琴瑟，白首契约。我保证与阿昭生同室，死同学，未与不信，有如皎日。哎呀，真是！十步笙歌响碧霄，
严庄无力夜迢迢，休将双带平人事。留与新郎见后苗。崔浩，今日我将女儿托付于你，愿你们夫妻携手，互为良配。愿你视她如宝，不离不弃。日后世亲孝，皆下慈，和柔正顺，幸福美满，永寿偕老。阿昭，别怕，以后哥哥就是你的靠山。余生回家，哥哥护你周全。阿昭，你真要嫁的？三叔，沈昭是我未婚妻，她本该嫁给我，是你见异思迁，背信弃义，你还有脸来这儿？她和我10年感情，从小她就喜欢我，你才和她认识多久？你懂她吗？崔少卿，你连我的生日、喜好、日常用度一概不知，怎敢说懂我？你不过是怕我现在有了新生活，过了好日子，自己困在过去不甘心罢了。至于我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你，崔少卿，你问这句话不觉得可笑吗？我如今遇到了真心待我的人，视我如珍宝，让我开心，让我有活力，你拿什么和玉之比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快走，别再闹了，别耽误吉时。给自己留点脸，别再纠缠了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妹妹说你不行，我觉得你更差，别脏了我们神府门前地方。一拜天地，感谢上苍赐予良缘；二拜高堂，感恩父母养育之恩。夫妻对拜，从此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哎呀，新郎官你莫心急嘛，新娘子已经嫁进崔府了，万万跑不了的。他能不急吗？上了年纪的人成亲啊，就如同着了火的老房子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新郎新娘，请移步到床上。新郎该行接善礼了。请两位新人共饮合卺酒，甘苦与共到白头。新郎官，您还是快先到前院去招呼客人吧，新娘子自有府中的女眷陪着呢。等我回来。你身上怎么没有酒气啊？可能我酒量好吧。那个，
你应该怎么称呼好呢？夫君。我俩独处的时候，你可以叫我三叔啊。阿昭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别看了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欢愉在今夕，宴晚即良时。阿昭，今晚就是我们的良时，我想让你欢愉。